以后，你来。你谁啊？我差点被你推进河里啊！我看你有意轻生，本想拉你一把，没想到你不但不领情，还反咬我一口。哦，我的腰！你的腰，我的腰！我是看河水波光粼粼，我想临近欣赏一番。你这个人可真怪啊！方才明明不开心，却笑着说没事；现在看到我出丑，却高兴得不得了。你这个臭怕墙根的，没少偷听啊你！我那叫攻心计，反正我也没戏了。我越是大方稳重、通情达理，他心里就越内疚。我内疚死他。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，却如此老谋深算，在下佩服。还是后悔了？明明有一肚子的话，却憋着不说，难为的终究会是自己。这世上的人，谁不是多多少少戴着面具？更何况，你想说，也未必有人愿意听。我们那的人倒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人活一世，本就该逍遥自在，随心所欲。你们那儿的人，你哪儿的人？我看你就是没心没肺。再试试，试试。哎，老板，给我几个。好，是那个吗？钱给你了啊。老板，没问题。给我几个圈。没问题。多谢多谢。这几年，每到花灯节，更是我最紧绷的日子。
担心城中生乱，担心姚国虎视眈眈。但今年不一样，是因为有我在，所以不一样。是。之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在。不能只为一人放下刀剑，未来的日子，你会面临数不清的等待。因为是你。可以燃尽红线，灼灼心上一点。我宁愿故人何似初见，情丝交牵，却化作这心事绵延。牵绊此生再难解，天地轮回更迭，一瞬眼眸眷恋，愿陪你探索命中夜。你为什么突然戴面夹啊？我看你喜欢悬疑课，刚才偷偷回去买的。我以为戴上了你会喜欢。我们长路风雨，自觉情丝染血。我一句自信有你无缺。好美啊！你不是连烟花都没见过吧？你这人真奇怪。不过心倒是很善良，有危险还记得拉上我一起跑。虽说你不是真的救了我，但本姑娘念你这份情。走吧，请你吃好吃的。姑娘，今日怕是没机会了。先记在账上，此地人情凉薄，自我入城以来，你是第一个与我相谈甚欢之人。我会记得你的。那你说说，这诗写的都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请你去河边散步，顺便吃个饭。吃什么饭？君子炖肉啊，刚不是说了吗？再加一壶酒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那才叫一个爽。嘿，吃，对，来，你也吃。该喝药了。
该喝药了。喝药，喝药，喝药，每天都是喝药。我现在连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。最后一剂。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。看来这药果真有奇效，才喝了这么几天，就有力气斗嘴了。现在你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，我身上也再也没有异象出现了。如此看来，你可以再也不用遭受反噬之苦了。这次来苍山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集市有卖刚出炉的桂花糕，特别香。你把药喝完，我带你去。不要，就一口。喝不了一口。啊！张嘴，就一口。那喝半口。喝药。我自己喝。之前我生病，你也是这么照顾我的，现在换我了。来。你这药里放蜂蜜了？没那么苦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先前一直忙着打仗，没时间去细想。那天温泉挟持我的人，他迫切引你出现，或许跟害你失忆的主使有关。找到他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他要是不主动出现的话，我们也无从查起啊。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可以画下来，命人去查。他既未得手，肯定不会走远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去备一下纸笔，我来画。一会儿小河边见。你可曾听说过武陵山啊？没听过。我是听陆欣说的。那住着一群善用药石的奇人，手段诡谲。这天下能让人产生如此变化的，或许只有他们。那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呀？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位置了，只是还要花一点时间。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固然好，有了来处，便不像浮萍无根，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。但即使最终一无所获也不要紧，因为比起其他身份，我更喜欢当静安。等你解甲归田，
我们就找一处与世无争的地方，每天喝酒、练剑，不问世事，过一过真正太平的日子。谁说要带着你过一辈子？欧阳震在绿林中有不少好友，你把这个给他，让他去查。什么味儿？茶，去啊！茶是可以，但你这话，不句话怎么了？我这个人本就不擅长作画，能画个7、8分像已经不错了。有本事你来啊！那我试试。静安这小子倒真有一套，平日双生气早就拔刀见血了，这会儿倒学会娇羞了。静安这个臭小子，成人年的将军，不知道到底在打什么鬼虫。这还看不清楚？人家是郎有情，妾有意，画好月圆。荒唐！将军顶天立地，见多识广，怎么会被这个鸡崽子似的小白脸轻易骗了？要我说，只有那个戴着面甲的大英雄，才能勉强配得上我们将军。选人过日子又不是挑兵打仗，还是得挑一个长得好看、嘴巴齁甜的留在身边，未来的日子才有滋有味呀。玄一课力可通天，受万人敬仰。我力气也很大。这个玄一课，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这玄一课每次出现都以假遮面，说不定是个满脸麻子的丑八怪。那长得英俊的都不可靠。胡说！总之，双儿的性子我最了解。你若不服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若是静安赢了，你给我念30斤草药。行，若是玄一课赢了，我要王记铁匠铺里最大的那把大刀，成交。刚才和你喝了几杯，出去散了散酒气。那你怎么散了1个时辰，酒气越来越重了？这么重啊？都是陆星让我喝的。我说我不喝，我说你明天早上还要操练。他说不行，必须得喝。他说我看你有点苦闷，陪你喝2杯吧。我说我真不喝了。他说你必须得喝。我实在是拒绝不了，就陪他喝了2杯。对我的仪态指指点点，百般挑剔，自己反倒出去喝酒，散德性。作为我离殇的老师，不是更应该以身作则吗？是我不该。我身为你的老师，我应该……你说什么？静安先生，学生的倒茶可合规矩？有礼了。你的要求提得突然，但是该有的礼数也不能落下。这5样东西寓意业精于勤，苦心教育，鸿运当头，早日高中，还有功德圆满。我怎么记得这束修之礼该是6样啊？肉干太贵了。
好。你本就不是我的寻常先生，表达我心意的礼物，自然也不能寻常。太子莅临潞城，犒赏三军。这段日子我会忙碌一些。这个珠子里嵌了我的血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来应急。你怎么又伤害自己啊？你为了我，多次性命垂危，我做的这些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禀殿下，太子已经进入凉州，才有2日便到潞城。这一路上什么情况？各个州府都已力王侍从，就是太子有心，也无法拉拢。但是太子出发之前见过黎威之子黎庭。我本想着顾念手足之情放他一马，但没想到他就是不安分。一心想要将军府这条大鱼，这日后宰相府、将军府，那还得了？这刘氏始终是个祸患，人手已经安排妥当，只等殿下吩咐。去告诉他们，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。是。别怪我这个做兄长的辛苦了。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。将军，太子殿下先前传来消息，让您在军中等待便可，为何还要亲自出来迎接？殿下体恤将士，是他仁慈。我若真不来，岂不是坏了君臣规矩？您跟太子殿下不是老相识吗？哪还在乎那么多君臣规矩？撤！撤！长风军守将黎双，恭迎太子殿下。